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居然会是 Pocket 3拍下的最后一段画面。因为拍完没多久，这台 Pocket 3就被我不小心掉进了面前的海里。更巧的是，我竟然很幸运地预定到了首发的 DJI Pocket 4P， 只不过 4P 当时在国内，而我还在国外，所以这次开箱对我来说还真有点不一样。今年6月份，我带着 Pocket 3去了一趟葡萄牙，它记录了葡萄牙起起伏伏的街道，穿过老城区的黄色电车，也陪着我去了辛特拉以及这个位于海边悬崖上的白色小镇阿泽尼亚什杜马尔。那天的天气其实并不算特别稳定，我也是第2次来到这里，才终于拍到了想拍的落日。当时我认为这只是这趟旅行中又一次很普通的拍摄，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也成为了这台 Pocket 3最后一次拍摄，因为就在这里，我一时大意，不小心让它掉进了面前的海里。虽然我几乎是瞬间就把它捞了起来，但是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尤其是这种不防水的电子设备，淡水可能还有抢救的机会，如果是海水，基本上就直接宣布它的死亡了。实际上也如此，它当场和回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功开机，旋转的屏幕也变得非常吃力了。好在最后确认下来，存储卡里的素材没有丢，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画面也都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回国前我也咨询了大疆售后，因为这是海水进水，已经有多处出现腐蚀发霉了。大疆给出的方案是给一定的折扣购新机，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和重新购买一台新的差不多了，所以最后我决定还是不修了，就当做一个纪念吧。其实这里比较尴尬的是，我之前连续买了2年的 DJI Care 随心换，偏偏就在到期之后呢，我觉得自己用了这么久没有出现过问题，就没有继续购买随心续1年。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它就掉到海里了。所以这里也用我的亲身经历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经常带着 Pocket 去旅行，尤其是去海边、瀑布或者临水的环境拍摄， DJI Care 随心换真的一定要买，该续的时候也别像我一样忘了续。Pocket 3用了这么久的时间，也陪我拍过不少视频，最后却用这样一种方式在大西洋边上突然退役了。说实话，当时心里还是挺心疼的。但整件事情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地方，就在这台 Pocket 3掉进海里的当天，或者准确来说几乎是同一时间，之前在国内实体店预定的刚刚发售的大疆 Pocket 4P 也通知我可以拿货了。当时我人还在国外，所以让我媳妇儿帮我去拿了回来。也就是说，几乎就在 Pocket 3掉进海里的同一时间，它的下一代已经在国内等着我了。一台在葡萄牙海边意外退役，另外一台呢已经在国内等着我回来。所以这不是因为一台坏了临时买另一台机器来填补它的位置，更像是一次原本已经计划好的升级，刚好撞上了一场完全没有计划的意外。于是经历了返程、转机以及10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终于回到了国内，也终于拿到了这台大疆 Pocket 4P。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与其说是一次普通的新品开箱，不如说是一次迟到的新旧交接。从一台记录完最后一段旅程的 Pocket 3交到一台即将开始下一段拍摄的 Pocket 4P。 当然这台机器到底怎么样，还要拆开以后才能知道。这一次呢， Pocket 4P 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它相对于 Pocket 3究竟算不算一次值得升级的换代。我之前 Pocket 3全能套里面留下来的麦克风、续航手柄以及一些其他配件，到底能不能继续使用在 Pocket 4P 上，等等等等内容，都将在本期和接下来的一系列视频中慢慢和大家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那好，今天我们就从开箱开始，一起看看这台以如此巧合的方式接替大疆 Pocket 3的大疆 Pocket 4P 到底能不能成为我接下来的随身拍摄主力。这期视频呢，还是以开箱为主，至于画质、多焦段、HDR、8倍慢动作、Log 以及它和 Pocket 3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我都会放在后续的视频中和大家慢慢聊。本期视频的最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会将用 Pocket 4P 拍摄的一些慢动作，还有3倍焦段拍摄的内容，以及 D-Log 素材，以及新更新的 HDR 模式拍摄的一些素材，送给还没有买到机器的朋友。大家可以先体验一下，然后再决定是否要购买。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
我这次买的是 Pocket 4P 的单机版，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之前的 Pocket 3买的是全能套装，虽然机器已经不能用了，但续航手柄、DJI Mic 2、迷你三脚架以及一些其他的附件，现在还在我手里。如果这些东西还能继续使用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再买一次全能套装了。当然，能不能装上是一回事儿，用起来有没有限制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些我后面都会单独做一次完整的兼容性测试。今天呢，就先把这台机器打开。拿出包装内的东西之前呢，我们先大概看一下这次大疆 4P 包装上标识的一些重要的参数。首先呢，就是这个双摄，大家应该也很清楚，也是这次 Pocket 4P 的主要的一个提升，多了一个3倍的物理焦段，这样的话，其实拍摄的可玩性就更高了。然后就是这次 4P 主摄采用的1英寸具有17档高动态范围的 CMOS， 这一点其实和前2个月发布的 Pocket 4也是不同的。这块 CMOS 的可玩性也是很高的，后面的视频呢，我会慢慢和大家进行分享。接着呢，就是这次大疆给 Pocket 4P 带来了一条全新的 log 曲线 D-Log2， 这条曲线在主摄可以使用。这条曲线呢，也是大疆重点介绍的一个特性，可以给专业用户和喜欢调色的用户呢带来更高的画质上限。刚才提到的17档动态范围，要想实现，其实它的一个前提也是基于这条 D-Log2 曲线的。当然，并不是说只有 D-Log2， 这次 D-Log 也是在主摄和3倍中长焦上可以使用的。其实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呢 ，D-Log 其实也是足够了。下一个特性呢，这个在 Pocket 4和 4P 上都有，就是支持 4K 240 FPS 的慢动作视频拍摄。在 4P 的主摄上呢，可以支持 4K 240，在3倍镜头上呢，可以支持最高 4K 200 FPS。不过目前这个模式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支持 Log 模式拍摄，也不支持 HDR 模式拍摄。不知道后续会不会通过固件升级来支持。而且呢，这个拍摄的画面呢，以慢动作的方式直接拍摄下来的，而不是直接拍摄 4K 240 FPS 的画面。这个呢，和之前的 Pocket 3是一样的，但是和它的竞品是不同的。然后呢，这次它还支持动态照片的拍摄，这个现在其实很多手机已经支持了。它的原理呢，就是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将之前的1-2秒钟的画面，通过一个带声音的小视频方式一起录下来。这点在 Pocket 4和 4P 上都是支持的。还有呢，它和 Pocket 4一样，也是机内带了存储空间，内置了大概 103G 的存储空间。无论是应急使用，还是短时间内拍摄呢，其实也是够用了。而且呢，它的导出速度可以达到最高800兆比每秒，也就是接近10G 带宽的速度。这样的话，在传输文件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包装上的最后一项呢，就是 Pocket 4P， 它本身呢是带机械增稳云台的相机，而且呢也同样是支持智能跟随的。智能跟随的版本也进行了升级，无论是广角镜头，还是新加入这颗3倍中长焦，都是支持智能跟随功能的。好了，包装上大疆标识的重要内容呢，我也说完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开箱环节。单机版的包装并不复杂，先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吧。里面其实就2部分，一部分呢是说明书和贴纸，另外一部分呢是一个收纳袋。说明书和贴纸我就不打开了，重点还是关注一下这个收纳袋吧。机器的本体和配件应该就在这个收纳袋中。这个收纳袋其实并不大，上面有一个 Osmo 的 logo。打开袋子的拉链之后呢，所有的配件和机器就都在这里了。这个是机器的本体，我稍后再拆开。这是一根数据线以及充电线，看刚才包装上应该是支持10G 带宽的数据传输的。然后这个小东西是一个补光灯 ，Pocket 4P 的标准套里边呢就带了这个补光灯，这点挺好。这个呢是一个延长的底座，可以增加握持的手感，也扩展出一个1/4的螺丝孔，可以拧一些配件。然后呢还有一根挂绳，其他就没什么了。这个收纳袋的质地还是挺软的，感觉也很难起到保护机器的作用。后面要带出去的话，肯定还是要买一个收纳盒的。这些呢就是里面的所有配件，都在桌子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看一下本次的主角，就是这台大疆 Pocket 4P 的本体吧。这个本体的质感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黑色的机身加上标志性的背后的纹理，显得还是挺精致和高级的。这次新机最抢眼的，肯定还是这个新的镜头结构。双摄的加入，让拍摄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拍摄的画面呢也会更加有趣，也能拍出一些更有空间压缩感的画面。
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的焦段，也一定会带来比这种数码变焦更好的画质。但从机身的整体形态上来看呢，它依然是一台我们熟悉的 Pocket。拿起来以后呢，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时间去适应怎么去握，怎么去拍。它和之前的 Pocket 其实区别没有那么大。新机的镜头和屏幕上呢也都有贴纸保护。我先将它们撕下来，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本体了。那我们进行第一次开机。接下来呢就是用手机上的 DJI Mimo 进行激活操作了。激活也很简单，打开 APP 直接找到了新设备，然后呢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激活了。提示激活成功，就算激活完成了。刚激活后就会提示进行固件升级，点击手机呢，固件就开始升级了。这个升级补丁呢，新增了可通过摇杆直接锁定目标跟随，以及多人跟随和一些其他实用的功能。其实呢，最近又推送了2个补丁，一个升级补丁呢是增加了 iPhone 的无感传输和 HDR 的拍摄功能。对，你没有看错，这个 HDR 的 HLG 拍摄功能是最近固件刚加上的。然后最新又有一个新的更新，是加入了 HDR 照片的拍摄，同时呢也修复了原来出现的1倍变到3倍镜头的时候曝光会降低的 bug。现在来说的话，1倍切换到3倍就不会出现这种亮度明显降低的情况了，这点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好评。升级完固件之后呢，再打开机器，我大概看了一下屏幕，这个屏幕上有一个 3X 的按钮，按下后呢就可以切换到3倍的变焦。具体的操作我们后面再继续。下面呢，我想先试一下这个磁吸的补光灯，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挺有趣的配件。它的连接其实也很简单，在磁吸的位置呢，轻轻接触 Pocket 4P 这个位置，就算安装上了，而且还挺结实。并且这个补光灯上有2个按钮，一个呢是用来调整补光灯的亮度，另外一个呢是用来调整它的色温。可以说这个补光灯虽然东西不大，但是它的功能还是挺全的，而且也很实用，尤其是晚上拍摄的时候，在晚上给脸部补一个光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可以带来更好的一个自拍的画质。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试一下 Pocket 3全能套留下来的那些配件，到底能不能在 Pocket 4P 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到底能不能使用。我将 Pocket 3全能套的这些配件分别试了一下，从实际安装和基本使用来看，可以扩展底座、续航手柄、迷你三脚架以及 DJI Mic 2都能继续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当然这也是我这次选择单机版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保护壳、滤镜以及其他贴合机身和镜头结构的配件就需要重新购买了，因为它这次是双镜头。具体我买了哪些配件，以及想要购买哪些配件，以及详细的兼容性和使用限制，我们留在后面再慢慢聊吧。感兴趣的朋友呢，这里也不妨点个关注，后续可以作为你购买的一个参考。刚才看到的这条画面呢，就是 Pocket 4P 来到我家以后拍下的第一组画面。完整的版本呢，我之前已经单独发过了，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播放了。这段视频里我用到了不同的焦段、8倍的慢动作，以及使用最新固件加入的 HDR 录制来拍摄的。可惜慢动作还不支持 HDR 或者 log 拍摄，这点略显遗憾。但今天我们先不分析参数，也不着急下结论，因为一台相机到底好不好用，靠开箱的这几分钟其实是回答不了的。就手感来说，还是 Pocket 的那种手感。不过呢，由于镜头模组的加大，能感觉到比以前更加有一点点坠手的感觉。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配合延长底座或者续航手柄来使用，手感会相对来说舒服一些。所以大家最希望我下一期测试 Pocket 4P 的什么呢？是不同焦段之间的画质差距，还是 HDR 视频拍摄、8倍慢动作、夜景表现？大家可以直接把最想看的内容留到评论区，我会一条一条阅读的。我会优先选择呼声比较高，同时也是我自己在实际使用中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放到下一期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对了，在节目的开头时也跟大家说过，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因为 Pocket 4P 现在可能还有不少朋友没有买到，或者还在犹豫要不要买。只看平台上经过压缩的视频，其实很难真正判断它拍出来的素材到底怎么样。所以这次呢，我从之前拍摄的煎牛排的影片里挑选了一部分 Pocket 4P 的原始素材分享给大家，后面呢还会加入更多 D-Log 和 D-Log 2拍摄的素材分享给大家，供大家参考。这里面既有 Pocket 4P 拍摄的慢动作视频，
也有使用 HDR 模式拍摄的原始片段。大家拿到以后呢，可以直接放到剪映 Final Cut Pro 或者达芬奇里，在自己的电脑上看一看素材的画质、多态范围以及慢动作效果如何，也可以尝试不同的调色和剪辑。特别是还没有拿到 Pocket 4P 的朋友，可以先通过这些原始素材，提前感受一下这台机器实际拍出来的画面效果如何。这些素材的领取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点赞并关注我的账号，然后发送关键字 Pocket 4P 体验素材或者体验素材就可以领取了。后面如果我又用 Pocket 4P 拍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画面，也会持续挑选一部分分享给大家。不过这些素材仅供个人学习、剪辑测试和画质体验使用，请不要直接转载或者用于商业用途。希望大家拿到的不只是几段可以观看的视频，而是真正可以放到你的剪辑软件里自己研究、自己体验的原始素材。这期我们先把 Pocket 4P 打开，下一期我们再真正的把它用起来。OK，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